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哥。今天张大哥要来处理的是一部 W126的300 SEL。这部车是从台中拖过来的车子。从外表看，它的烤漆钣金的部分是相当优秀，看起来应该还像是原漆。哦，那电镀条的部分也很棒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外表的部分，就看到它这个引擎盖这个地方，金油已经有剥落了。但是整体来看，这个黑色应该是原漆，非常漂亮。那这部车子它的问题就是，引擎抖动的很厉害。应该是有浴缸没点火，或者是供油不佳。我现在进到车子里面，这是欧规，它这部车子的有个缺点，我们看了这个排档座，它在 P 档是没办法启动的，要到 N 档啊。我们来试试看。我现在打开红火，我现在是 P 档，红火啊。打不动了，要到 N 档，好，现在推到 N 档，推到 N 档 ，OK， 我现在排到 N 档，它在 N 档才能够启动，N 档才能启动，但是我没有听到车抖得很厉害。而且加速无力，抖得非常的厉害。很像坦克车，抖得很厉害了。当然在这种，而且我现在又闻到汽油味，闻到很浓的汽油味。所以这个张大哥初步判断应该是，分油盘的状况，应该是分油盘或者是高压线是不是有问题？等张大哥检修之后，再向各位来报告。好，大家好，张大哥现在要来介绍这部台中来的 W126的引擎完修测试的记录。这部车从台中坐拖车过来，处理的东西呢，就是整个分油盘有换新。我这里有看到张大哥有做测试的记录。流量感知器也换新，怠速马达 OK 没问题。6支喷油嘴要全部换新。再来，插压把这个部分，张大哥已经做过校正了。那至于电路的部分，张大哥检测的结果，高压线都没问题。那6支喷油嘴，全部都换新。那个喷油嘴当时来的时候状况是非常不好，所以必须要换新。那至于说整个部分，张大哥在这个引擎测试的感觉，引擎还算畅顺，那拉转速感觉还不错，有达到张大哥的要求。但是这部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。可能大家很少有机会去注意到这个东西。这东西其实是正时盘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个凸点。这个凸点呢，就是那个曲轴感知器的感应点，那这个它
结构是前面这边是一片铁，后面的这边是一片更厚的生铁，那中间夹的这个是橡皮。那英文名称这个都叫做balancer， 就是平衡器。那其实它应该正确，我应该认为它叫做正时盘，因为它的曲轴感知器的正时是由它启动的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我们现在可能看不清楚。我等下引擎发动的时候，可能会听到哐哐哐的声音。那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这个正时盘的这片铁跟这片铁中间的橡皮已经脱开了。那脱开了之后呢，你就会听到这整个盘子在那边晃动，会左右晃动，会听到嘎啷嘎啷嘎啷的声音。那这个问题，其实张大哥有过经验，就是说，转速过高，那使得它那个橡皮啊，因为它硬化就脱离了。脱离之后呢，正时盘还是正常动作，但是因为它两片铁已经分开了，那会有敲击的声音，所以张大哥不敢拉转速，因为一拉转速就会听到铿铿铿的声音，铿铿哐哐金属撞击的声音。所以说，转速呢，张大哥不敢拉。那但是从他那个提速的这种感觉，他状况是 OK 的，状况是还蛮不错的。好，现在张大哥进到车内，做第一次的启动，冷车的第一次启动。OK， 好，张大哥到车子里面来了。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美规的车子。那这部车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张大哥没办法处理的，可能必须要到保养厂，回到台中请保养厂他们去处理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就是档位开关。档位开关就大概是在张大哥右脚这个位置的下方，变速箱的侧边。那档位开关故障就发生什么问题呢？它在 N 档才能够启动，它在 R 档没办法启动。那这就是档位开关它已经故障了。好，那这档位开关呢，张大哥他这是外汇品张大哥的车子他是 OK 的。我到时候这部车子请车主到台中，再请保养厂，因为他们有推高机、顶高机，他们作业比较方便，所以张大哥就没办法处理了。好，现在才开始发动，现在红火，我们看到水温在最低点，但是P 档没办法，P 档现在是没办法发动的。张大哥把它推到 N 档，好，然后呢，来张大哥来做第一次冷车发动 ，OK， 好，发动了。它这个转速、怠速会稍微偏高，因为呢现在是在冷车状态，等转速，温度水温上来之后，它转速就会降低了。张大哥来试着冷气切掉，我们来看转速。好，关掉冷气，转速几乎没改变。好，打开冷气，转速也几乎没有什么改变，所以说代表它的怠速马达工作正常的。好，等它会过一阵子，等水温上来之后呢，张大哥再来拉转速。我们要检测怠速马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怠速马达拔掉，看它转速有没有改变。张大哥把它拔掉，转速改变了。但是我插回去，它转速并没有提高，因为这是美规的车子，所以美规的车子必须要重置、重新启动，它转速才会提高。我们来看，它现在没有提速现在怠速马达没有工作，因为它是美规的。我要重新启动转速，怠速马达才会工作。现在应该在500以下，不晓得，不管它的转速表误差多少。好，我现在关掉。
好，启动。哦，我没看到转速提高了，因为它是美规的车子，怠速马达插拔一定要重启动。哦，它转速拉上来了。哦，向大哥等它水温提高之后再来拉转速。但是我们现在有听到那个杂音啊，其实就是这个正时盘已经脱离了。张大哥想办法找那个手电筒啊，来看一下它这个现在的水温大概在暖车完成的状态，应该在60-70度。啊，那这部车刚来的时候，它就是感觉上是有一缸没点火。那不管是没喷油，或者是说没点火，都会造成引擎抖动。那目前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。啊，张大哥试着来带一点油门。哦，我们有听到嘎嘎嘎嘎嘎，所以张大哥事实上不敢加油啊，会听到那个有那个被正时盘脱离撞击的声音。所以这部车还是要做拖车回去。至于说能不能开，其实张大哥觉得有点冒险啊。那引擎的部分是状况是非常好的。很可惜，大家没办法听到这个转速、这个引擎拉转速的声音。不过刚刚，张大哥其实有大概试了一下，状况还不错，引擎很健康。我再试一次。这反应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我们再到引擎室里面来。哦，它转速比刚刚冷车的时候温度稍微低啊，哦，已经差不多在600。不过感觉上这个转速应该不止600了，因为我们的转速表难免会有误差。这转速张大哥感觉应该在700、800左右。哦，我现在是有打开冷气。好，张大哥把冷气关掉。好，关掉。哦，转速稍微动一下又回来了。好。开冷气。哦，我现在引擎转速、引擎声音有稍微变一下，但是它还是在很稳定的状态。好，我入档，低档，还不错。哦，转速还是只掉一点点。R档，哦，转速还不错，感觉上这个变速箱状况应该还 OK 了。因为如果变速箱状况不好的话，我入档的话转速会拉得很低，也就是说变速箱的这个离合器啊，它没有完全脱离啊。张大哥现在入档，哦，转速只掉一点点。好 ，N 档、R 档、N 档，所以这状况还不错。